妈的妈，我的姥姥哎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南宋的岁贡，女真的国库，这下发财了！哥死我了！哎呀，哥的好舒服呀！孙子，你看什么呢？孙子，还能有什么新鲜东西啊？哎，哎，哎，哎。我说，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是咱们同行吗？看他们这身装扮，是80、90年代那会儿最流行的。你说这些人会不会是采药的或者猎户，误入这里面死的？不可能，咱们这帮专业夹喇嘛的才分街巴拉跑到这儿，猎户那帮业余怎么可能闯到这儿啊？不可能。你小心点儿。上海表，老款式，这个女的来头不小。这种手表在当年就算是市长级别的人也很难有这么一块。她要是失踪了，在当时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。顺子，那个时候你们这儿有没有很轰动的失踪事件啊？顺子，哎，顺子，跟你说话呢。顺子，顺子，顺子。多谢。不用。
我清醒的事情，希望你别告诉邱德考。杰森我可以保证，但 Sir 是我不能保证。邱德考没告诉你，他来玉景天宫要做什么吗？和你一样。不一样。邱德考他多大年龄了？身体你了解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要动脑子，好好想想。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人，能跑能跳能爬雪山，当然了，很多事情你不亲眼看到，你根本不会相信的。等他出来以后，你仔细观察一下。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被上帝亲吻过，他们拥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。亲吻他的不是上帝，是魔鬼，古墓的魔鬼。事情结束之前，你就待在这儿，不许出去半步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就那么害怕我破坏你和裘德考的计划吗？我明明可以把他们一起解决掉。奶奶，人都说你是女中豪杰，你是害怕了吗？哼！你到底跟裘德考达成了什么协议？他是怎么说服你的？为什么你连产品姑姑失踪真相都放弃了？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调查过。他太天真了。为什么？奶奶，你给我一个太天真了。奶奶。顺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我们家老爷子去的也早，但是老天多眷顾你啊！啊，让我们引你到这儿来，找着你父亲。所以啊，你就别理他那头发了，等你理好了，一根儿都不剩了。哎，谢谢。顺子，节哀啊！哎，我总觉得啊，他们这些人出现在这里，有一点蹊跷。这有什么蹊跷的？切！哎，你看啊，顺子的父亲就不说了，是他们的向导。那剩下这些人呢？他们也是在不适宜进山的时候，非要进到这里的，那就说明他们肯定不是普通的游客，这还不蹊跷吗？这些东西也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啊，就连个身份证也没有。但是你们掏的这些东西全啊，凭着这些东西肯定能出去。那他们怎么出不去啊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本来是有能力出去的，要死也应该死在出去的路上。可是他们就这么在这儿坐着，在这儿坐着就好像是等死。
他们是不是舍不得这些宝材呀？别胡说！哎，你们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没有？少了什么？食物，你看，全吃完了。哎，你们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没有？少了什么？食物，你看，全吃完了。他们不是意外死亡的，是在这里活生生被饿死的。不对，这人呢，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最多坚持7天。你想想，7天的时间，他们早跑出去了，还能在这儿等死？太奇怪了，肯定不是饿死的。除非他们出不去。田震，这儿不会像海底墓一样，墓室上下动，跟电梯似的，一会儿有门，一会儿没门吧？反正这回我们炸药带够了，实在不行就炸出去喽。行。顺子，当年你爹带着几个人进的墓室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记得他是跟7个人一起出发的。那就是8个人呢。这儿有6具尸体，有2个人不见了。你说会不会是那2个人见财起意，把人杀了，然后自己跑了呀？不可能，这里没有打斗的迹象，而且看尸体的动作和表情，不像是被人杀死的。有人死在这儿，我总感觉心里怪怪的。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吧。哎，我反应过味儿来了，门儿给炸开了，而且这儿只有藏宝室，没有棺椁。引咱们到这儿来的符号，意思就是这儿有名气，肯定是阿宁他们标记的。完了以后，等着第2梯队过来收宝贝。不可能，这玉门上的洞更像是这几具尸体炸的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棺椁不在这里，我们要往相反的方向走。而且，三叔也在那边。对，咱们呀，赶紧找3爷去吧，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些壁画都变样了？啊，这个呀，我跟天真在海底墓的时候碰到过，原理是这样的。霍奶奶，自从我上次把秀秀送回来之后，我就跟她联系不上了。哎呀，小孩子不听话就得管教。您把秀秀关起来了。啊，蝎子，其实你也不错。不过呢，自从2爷和9爷走了之后，你也是少人管教。我一直以为，最疼爱秀秀的人，就是您了。哎呀，
我要是不疼他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跟着你去淘气呢？淘气？您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就把秀秀所有的努力都给否定了。您在害怕什么？这是你跟一个长者说话的口气吗？啊？只是您近来的所作所为，让晚辈不得不怀疑。这件事情牵扯到裘德考和杰森所在的阿尔法公司在中国的布局，这个布局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。这几十年，他们究竟做了多少事情，我难以想象。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西沙海底墓就有他们的手笔，而这直接也关系到我小叔的死和你女儿霍玲的失踪。我不相信，您居然会对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。哎呀，谢子，一个人呐，有自信很好，但是你要是盲目的自信，那就变成了缺点了，懂吗？不能害己，也不能连累别人呢。啊？您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寄给我？您想告诉我什么？我有点累了。您老了。老九门中，还健在的就只有您和陈皮阿四了。陈皮阿四暂且不管，这些年，您怕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衰老感受很深吧？谁都逃不过自然规律。说得好啊，确实这样。多么意气风发的人，多么漂亮英俊的人，都会老的，都会死亡。死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柴，变成了灰，谁都逃不过的。那为什么裘德考不一样？他是不是用这个谜底诱惑你，说服您帮他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地下玄宫岂不是结构十分复杂？咱们不会进去就出不来吧？应该不会。汪藏海的伎俩很多都是给探学者施加心理压力，要真的做到把人困到死的话，其实也不容易。很多人到最后都是精神崩溃，自己放弃了才会死的。对，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，肯定能出去啊。也不知道三爷这会儿走到哪儿了，不过肯定的是，他应该比咱们走得快，比咱们走得更深入。不止他快，阿宁也快啊，而且他们估计损失挺惨重的，那人面猫头鹰不好对付。不是三爷，可千万别碰上这东西。我也不在三爷身边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被虎姬照顾得怎么样。担心呢。哼，不知道还以为你也是三爷的侄儿呢。你不是我三叔！你说我不是三叔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是谁？你是谢连环。小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不会害你，那就是我，你的三叔。天真，天真，哎，走了。哎，这门一模一样，同一批工匠一模一样正常。不是那洞呢？炸开了多好啊！
这机关什么的又被前面人给趟过了，对吧？走吧。这是多有钱啊！啊，又一个藏宝室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没骗你们吧？又是一个国库和岁贡啊，一片银子。这怎么又一堆包一堆尸体啊？我们又走回来了。上一个这样质问我的人，骨头早就被狼啃光了。长生不老，多少人的美梦，没想到在今天还有市场。您平时不买三无产品吧？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制假高手，他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的一生做过最完美的赝品，就是一张人皮面具。据说戴上以后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无法分辨真伪。这是鬼打墙，这是鬼打墙，整个咱们走了一个循环，通道两头全是这墓室啊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顺子，我知道死者为大，但是很有可能是你爹的问题。这些尸体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，很容易招上什么。所以你这样，你先把你爹先放下，咱们再走一次。我不放。放下，放下。胖子，你冷静一点。胖子，这个时候都不能乱。小三爷，你不常说汪藏海的东西，充其量就只是制造心理压力的小伎俩了。大家不能知道这一点还中招，肯定有什么不对的。对，潘子说的没错，这肯定是机关，这和顺子爹的尸体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在海底墓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证实过了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打墙。汪藏海他就是这样，他善于利用这些巧妙的机关，营造这种诡异的气氛。在不知道底细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再走一次。潘子，这次我们慢点走，好好感觉脚底下到底有没有机关，我就不相信他没破绽。
原来这就是霍林果果。就算可以复制出他这样的样貌，也复制不出他的气质。是啊，我和他爸爸都没有发觉过。等我们知道了，已经晚了。完全失联了，整支队伍全失踪了。是啊，听说哎呀，只有吴家老三一个人回来了。他说先是谢家的谢连环出了事，他们让人开考察船把遗体送回来了。之后他在海底墓里昏了过去，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上岸了。其他人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他也不知道。谢连环死了，尸体呢？考察船没上岸，他也失踪了。也失踪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整支考古队10几20几个人，就只剩下吴三省一个。是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一起出海的霍林，已经不是那个霍林了。不是他又该是谁呢？我不相信您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到。就凭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应该相信你是吗？你了解他，还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了解他？或许中间有什么内情是我不了解的，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无论是怎么样，也总得要找到人才能判断。我也想立刻找到他们，就算不为了别人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文景，我也必须要找到他们。可是你想过吗？回来的只有你一个人，这是个大问题，这是个大问题呀，明白吗？是啊，这是个问题。也幸好，还有我能活着回来。当时我并不相信吴三省的话，相反，这些都是他搞的鬼。他想毁掉霍家和谢家出息的子弟。这之后不久，我就收到了一盘录像带。他穿着这件衣服，就是我们母女俩的最后一面。那还是考古队出发之前的1周，他换上了这身衣服回来。他告诉我说，在单位搬机器蹭上了油，就换上了这身衣服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
怪您当时没有怀疑。这录像带，我真是不敢轻举妄动，更不想让外人知道，尤其是九爷，他会判断出来其中的阴谋，而且会顺着这个录像带的线索去查找背后的人。就凭着他的七巧玲珑心，将会做出什么，那是很难预料的。说不定我的玲玲会受害。所以我爷爷一直到他去世，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。凭着这九爷的智慧，他一定是看破了其中的秘密，但是凭着他的个性，真不知道他还能做出什么来。更何况谢连环的尸体还没找到。那他是狗五爷跟他说了什么？小叔，你回来了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他是你吴家三叔，你小叔的表兄弟，他们俩长得很像。三叔好。这是连环的孩子带出来的。送客。这么多年，就只有这一盘录像带吗？后来我又收到过一盘。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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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安装了自毁的小装置，看完就烧毁了，差点引起了火灾。那是玲玲失踪后的第3年，衣服也没换，很憔悴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就站在那床边一动不动。唉，摄影机的高度和玲玲差不多，是水平的。但这也没有办法证明，那就是当年拍摄的。啊，对，而且这个自毁装置也让我很疑惑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些小细节，我多看几遍就能发现的。他们就是防止意外，看完就销毁。自从那次火灾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玲玲的消息了。我真是不敢赌啊，因为那边有玲玲的命啊。所以这么多年，至少在明面上，你没有为霍林姑姑的失踪做过多的努力，只是疏远了吴家。尤其是在秀秀追查此事的时候，您还刻意阻拦她。
这些我能理解，但是您近来的举动，却让我越来越看不清了。您到底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寄给我？我要让你看清吴三省和吴邪、叔侄二人的真面目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您还要撒谎？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，谢子。一个女人在老九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界生存，就得会看人。你看我这几十年下来，自认为无论谁一过眼就看得透透的，就对这个吴三省看不透。唉，而且呢，咱们且不论呢，玲玲跟吴三省是什么关系，幕后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整队的人就回来他一个，难道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？您就是不想让吴三省好过罢了。哎呀，你那个小叔的遗言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难道你还觉得吴三省是无辜的吗？现在已经知道的是，裘德考的确参与了海底墓事件，并且和考古队失踪有直接的关系。您这个时候明面上和他合作，究竟是为了您的女儿的下落，还是对他的那个秘密心动了？裘德考说服您帮他，应该不是拿你女儿的下落进行要挟，那么他的筹码就只有他的那个秘密了。这个秘密是不是关于长生不老？这世上哪有长生不老的事啊？的确荒谬，但是有裘德考现身说法，他的身体状态是个特例，一个连医学上都无法解释的特例。不管您信不信，反正我已经半信半疑了。不，准确的说，是7分相信，3分怀疑。如果他再拿出证据，那3分怀疑恐怕也会变成相信了。他有什么证据？云顶天宫。小沙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到东北，天亮就可以登山。已经查过了，这2天天气不错，登山的路不会太难走。还有到云顶天宫的路，我们已经规划好了。好。华爷，你说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云顶天宫吗？我总觉得，有些话我必须要当面才能问清楚。咱们再走一次，这次一定能赶上。
木头就回来了。你啊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小三爷那儿一直掐着时间呢。你知道咱们走了多久吗？全是鬼打墙。那条墓道，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呐，那几个人绝对比咱们走的次数还多。班子，我们把食物限量一下吧，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打算。我们活的时间越长，出去的机会也就越大。小三爷，我看啊，咱剩下的食物就够吃2顿，我看也不用限量了，就使劲造吧。如果炸药也没用的话，就等着人收尸吧。行啊，成。那陈士官同志，你赶紧准备饭吧，好让胖爷分散注意力，这样我也能想想怎么出去，是吧？顺子，顺子，顺子，哎，快点，压不住了！好样，小哥在就好了。怎么样？顺子，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他现在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。我们要抓紧时间和小哥会合。拿绳子给他绑上。冷静点啊！整个地宫是回字形的，最中间是灵殿，这里是制式最严格的地方。汪藏海不会在这一部分的结构上动手脚。灵宫周围还有殉葬坑、陪葬坑、排水系统以及错综复杂的甬道、墓道。我们现在很可能在地宫的外沿，所以呢？所以，成了，我都想好了，咱们现在思考方式根本就不对，不对。你能不能说点正经有用的啊？我没不正经啊，咱们现在零零散散那么思考，你浪费时间，你还浪费体力，对不对？咱们倒不如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写下来，归纳成几条以后，咱们挨个验证，不就完了吗？啥就完了？你说清楚点。来，把本拿来，你别在那儿乱写乱画了，快！所有人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有什么可能性啊？不用说细节，就是大方向说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有机关？对，有机关。还有什么？我觉得有东西在影响我们的感觉，就像心理暗示或者催眠什么的，让我们自己不知不觉走回来。我刚才就像是被什么暗示了一样。亲身体验过。幻觉。还有什么？从理论上来讲，还有可能是空间折叠。我说你别整悬的，你说稍微具体。小三爷最有文化，说不准他说的就是对的，你给记下来。好，空间折叠。那么胖爷那就认为有鬼。还有没有第5个？还有没有？谁还有5？有没有5？成，一会儿再想吧。先验证第1个，第2个也能一块证明了。拿着，把枪给我。行，那个我到墓的口那儿，往那头开一枪，看看会有什么结果。
不是你说明白你再走，说清楚再去。开枪？对啊。潘子，先说第二种，如果是错觉的话，那子弹是没有感觉的。墓道可以影响我们的感觉，但影响不了子弹。所以，如果这儿的情况还能用常理来解释的话，那子弹必然会打到墓道的尽头。再说第一点，如果是机关陷阱，这么短的墓道，短短2秒钟之内，子弹肯定就打到头了。没有机关陷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挥作用，胖子这法子简单漂亮，非常符合科学精神。走，胖子，胖子，你干嘛呀？你没事吧？枪打哪儿去了？胖爷向魔剑校尉祖师爷发誓，我一枪打出去，子弹嗖一下就回来了，害得胖爷差点爆头。成了，别渗着了，赶紧找弹孔，找弹孔，快！胖子，弹孔，子弹打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这不这儿呢吗？成了，给你，鬼大强，拿着。老板，我们又走回来了。有信号了 ，Sir. Where are you? What's the status? Sir, we are at the painted corridors in the Sky Palace. Some hallucination occurred. We've been walking in circle for over 7 hours, but still lost. 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在这里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，笔直的路，连个拐弯都没有。我记得我们根本没有走过这条路。你爱信不信？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去。这什么鬼地方？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 Tell him to shut up. 我要出去！老子不！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？闭嘴！ Don't hang up. Walk the corridors again. 杰森 ，Sir 说。闭嘴！壁画的图案变了。是变了，原来是百足虫。什么时候变成？我不能瞎找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得想办法早点出去。听我的，用炸药炸开。不行，如果还有其他机关呢？即便是有机关，也是几百年的老机关了。我们有的是炸药，把它炸开好吗？听我的。如果不只是机关呢，而是别的。Listen to Wu Sanxing. Use the dynamite. 准备炸药，计算炸点。是，走。怎么样？这德考是不是害怕了？他不是很厉害吗？啊，他不是无坚不摧吗？怎么样？就是鬼打墙，不可能是鬼打墙。哎，别废话了啊！咱们都亲眼看到了。成了，现在第3个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那个，快，你那悬的乎的，想想怎么证明。小哥，哎，怎么了啊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那个时候会不会也是空间折叠呢？对啊。谁啊？潘子，小三爷，小三爷，我可算找着你了。小三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小三爷，对不起，
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住三爷啊，我没照顾好你。找着就好，找着就好。唉，总感觉被人围观着休息。顺子，你再跟我好好讲讲，当时三爷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？要不然的话，只有这一句话实在是太笼统了，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讲。大概是1个月以前，我也是带一批客人上山，没有你们上的那么厉害，也就是四处走走，看看雪山啥的。三爷当时就混在其中。后来在山上过夜的时候，他突然把我叫出去，神神秘秘的，然后跟我说，要我在大概这个时间，在山脚下等一个叫吴邪的人，然后把他们带上山。他说只要把你们带到他面前，他就给我一大笔钱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跟我说的那句话。啊，对了，他还专门强调，只要是你，一听就懂。孙子，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只要是你一听就懂，我们就不懂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天真，你这么想，你想想，你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的啊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探学，我不；你贪财，我也不。顺子，那你为什么在我们和老爷子分开之后，你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？我也不傻，我一看到你们，就觉得你们这伙人气氛有问题，应该是有2伙不同的人混在一起。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所以只好先装傻充愣。毕竟收了三爷的定金，万一出点差错，耽误你们的事儿就不好了。哦，那你看的还挺准的。我怎么觉得没这么简单呢？怎么感觉你好像是三爷的人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消息啊？这山里啊，古时候传说可多了，我们碰到的怪事儿也多了，每年怀着各种各样目的进山的人也多了。你要说不知道吧，总归是知道一些的。所以，我一看到你们往山里走，就大概猜出你们是干什么的了。要不是有三爷嘱咐啊，当初在山有雪崩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让你们再往前走了。又一个间谍。胖哥，我是个实在人，就不说虚的了。三爷答应给我的数目，够我过2辈子了，所以我无论如何都得把你们带到他面前。你们还是赶紧想想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吧。这句话只有我能听得懂，你们都听不懂。这说明这句话，它肯定不是它的字面意思。这句话是这个字音的谐音。这句话是杭州方言。你三叔这招高啊，用杭州话传递消息。玄武聚尸之地，怎么讲？燕鸥取水之地，是吧？你说的好奇怪啊！我又不懂杭州话，但是这个玄武聚尸之地，你就像你说的，干我们这行吧，我们一下一听玄武聚尸就往风水那边走了，琢磨不了别的。哎，对，潘子，你在杭州也待那么多年了，你怎么就没想到啊？我脑子不行啊！我脑子行的话，你说那么危险的事儿，三爷还用亲力亲为吗？就三爷那些事儿，我都整不明白。好了，你别操心了。三爷啊是老江湖了，命硬得很，就算要出事的话，也不会等到现在才出事。我们现在就顾好我们自己就行了。咱们现在是被你三叔牵着鼻子走，他能给出这线索，说明他知道的比咱们多。燕鸥七岁子弟，这也不是他平时说话的腔调啊，听起来更像是某本古籍里的句子。我怀疑啊，我三叔之前去西沙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去拿那里的资料。而且阿宁他们的目的地也不是海底墓，而是云顶天宫。那阿宁在海底墓单独行动，会不会和你三叔一样，也得到了云顶天宫的关键信息啊？
不会吧？他要是能拿到关键信息的话，那还需要您扔了？我那已经扔了，真扔了。哼。老板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走过来的？用了多长时间？我们在这走廊转了1天了，这条路怎么可能这么长？老板，我感觉不对劲，我们有可能中了什么机关或者阵法，这里不可能有这么长的路啊！不能再继续浪费体力了，你找几个人去探探路，剩下的人原地休息。是，走。怎么睡了这么久？快把他衣服解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按住他！三叔让我们顺着水走，现在水已经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怎么又一个反打的坑道啊？这开口开哪儿也不能开在这儿啊！怎么不可能？又不是你修的。不是，这以前都是水啊！这难不成当年的工匠都是鱼变的，会潜水？哎，这有记号。我想起来了，田震，这符号咱们在哪儿见过？我天哪！哎，这儿有 English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符号当年咱们在海底墓见过。当时我还推测呢，说这个符号很有可能是三叔或者是考古队当时留下的。我跟着三爷10年了，这大大小小的斗也倒了不少，从来没见过三爷留下这种暗号。再说了，这样的符号也不可能是三爷留下来的。不是他，那是谁啊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路应该是没错。这个石洞已经有人进去过了，地宫的入口应该就是在这下面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要不要现在马上？怎么了？小哥呢？嗯？小哥，他不就是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吗？不用跟我们说明。但是这关键，这危险时刻，一定得赶回来呀！不是，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人看见小哥吗？那他……哎，小三爷，你没事吧？你身体怎么样？祖师爷保佑，等弟子摸金回来，
一定给您封个大红包。你还有祖师爷呢，谁呀？曹操。哎，田震，你看，脚印儿登山鞋的。我天哪，有多少人比咱们先到了？啊，快走，赶紧的，快，走走。这怎么着也得有1000多罐吧？放那么多酒搁陪葬陵里，这万奴王生前挺能喝呀。居然还有这种地方，长见识啊！我估计啊，咱再往前走啊，还有更多的宝贝呢。大金国从北宋抢的宝贝，有一部分在成吉思汗手里，还有一部分都在这墓里呢。哼，你别想太美，南宋进贡都是绫罗绸缎，不经放到这儿早就烂到家了，所以你还是考虑考虑眼前的利益吧。啥眼前利益啊？你看这破酒缸啊，制作多粗糙啊！这送给腌咸菜的他们都不要。哼。哎，这味儿说香不香，说臭不臭的，还挺上瘾的，闻着。不知道是什么好酒。哦，嚯，这水分都没了。这半缸酒可是酒的精华所在。这玩意儿有保质期没有啊？这你就不懂了。窖藏酒有什么保质期啊？放几千年都不会坏，而且几千年那种酒糟啊，吃下去还能长生不老。你知道在河南古墓挖出一大批酒来，那3000年的酒，那一掀开，那酒香熏倒一大片，你都不知道。哎，胖子，干嘛？你疯了？这古墓里的东西也敢吃？你不怕你吃了死了？哎，没事儿，这顶多拉个肚子。咦，弄啥嘞？你干嘛？你们俩自己看看，里面是什么？死孩子？什么死孩子呀？这个三爷跟我讲过，这就是未成形的猴子，拿它泡的酒啊，叫做猴头烧。喝了它能不能长生益寿我不知道，不过这壮阳的效果肯定是有的。胖子，要不然你去试试？幸亏潘子有见识提醒你，要不然先让你喝一口再踹酒坛子，够你受的。潘爷厉害，但是我喝了也没什么用啊。那你要不现在你喝一口吧，我歇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往哪儿走啊？啊？